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拆解一個正在深刻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巨大議題，也就是全球交通運輸系統的徹底革命。這不僅僅是探討科技如何進步啦，這其實是一場關於信任架構的解碼。我們將深入探討全球頂尖自駕車公司 Waymo 的內部邏輯與戰略布局。當一項全新的技術準備接管我們每天賴以生存的交通工具時，這背後的決策思維、商業哲學還有安全機制，絕對值得我們用最嚴謹的態度來全面剖析。重點來了，在我們談論任何高科技之前，我們必須先面對一個沉重而且無法回避的殘酷數字，那就是120萬。這是全球每年因為道路交通事故而喪生的人數。120萬條生命意味着無數家庭的破碎。我們必須把這個龐大的數據視為推動自動駕駛產業發展的最根本道德動力。這真的已經不是單純的商業競爭了，這是一場拯救生命的緊急救援行動。當傳統汽車產業還在專注於提升馬力或是優化內裝的時候，Waymo選擇將解決這120萬人的生存問題設定為整個企業的終極核心目標。我們繼續聊下去，這就衍生出一個核心疑問：在交通安全上，到底什麼叫做夠安全？傳統汽車工業的現狀是透過增加安全帶、安全氣囊或是防鎖死剎車系統來保護駕駛，對吧？但其實這些設計都只是在彌補一個致命的根本問題，那就是人類駕駛會分心，人類會疲勞、會酒駕、會情緒失控。如果我們只在硬體上縫縫補補，卻不去解決駕駛者本身的不穩定性，那麼所謂的夠安全，永遠只是一個妥協的標準而已。自動駕駛的出現，就是要從根本上挑戰這個現狀，徹底移除那個最不可控的變數。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要理解這場革命，我們必須認識推動它的關鍵人物。Waymo 的共同執行長 Tekerdra Mawakana 曾經分享過一句非常深刻的座右銘，他說：如果一件事不能讓你感到恐懼，那它可能就不值得你去做。身為一名擁有深厚法律與政策背景的高階主管，他原本可以安穩地待在已經高度成熟的科技巨頭裡，享受確定性與優渥的報酬。但他選擇跳入一個完全未知，甚至當時根本還沒有保證能成功商業化的登月計劃。這種擁抱恐懼、追求突破的人格特質，正是驅動這間公司不斷突破極限的內在基因。我們回顧他的職涯軌跡，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對比。在1996年，當美國通過電信法案的時候，他正處於網際網絡爆發的最前線，親眼見證了新技術是如何衝撞舊有的法規體系。而到了2017年，他決定加入 Waymo， 去面對另一個更加荒蕪的自動駕駛法規監管地帶。從網絡資訊的傳遞，跨足到實體人類生命的運輸，這兩者都需要在完全沒有潛力可循的情況下，去建立全新的社會規則與法律框架。這種在混沌中建立秩序的實踐經驗，為 Waymo 提供了無可取代的戰略優勢。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核心主題，打造一名司機，而不是製造汽車。這帶我們進入更深層的商業邏輯拆解。Waymo 有一個獨特而且關鍵的企業哲學，那就是他們專注於打造超級司機，而不是製造實體的汽車。關於這個技術的進化，有一個非常震撼的內部測試故事。回到2012年，當時 Waymo 還在進行所謂的輔助駕駛實驗，他們要求參與測試的員工必須隨時保持注意力，準備隨時接管方向盤。結果呢，他們發現人類極度容易過度信任科技。測試數據顯示，這些員工在時速破百的高速公路上，竟然開始化妝、刮鬍子，甚至轉頭找東西。這證明了一件可怕的事實：混合式的半自動駕駛會讓人陷入致命的安逸。這就是為什麼在2013年，他們毅然決然放棄輔助駕駛，全面轉向研發完全自動駕駛。到了2020年，他們更正式將人類駕駛員完全從車隊中移除了。這是一個建立在人性弱點上的精準決策。
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如果我們把 Waymo 的司機模型與業界常見的車輛模型放在一起比較，優劣馬上就能分辨出來。許多競爭對手採用的是賣車給消費者，然後每個月收取輔助駕駛軟體訂閱費的模式，這本質上其實還是賣一台實體的鐵殼子。但是 Waymo 建立的是一個具備高度通用性的隱形司機，就像是一個超級大腦。這套系統今天可以安裝在休旅車上當計程車，明天就能安裝在重型卡車上進行長途貨運，未來甚至還可以授權給其他車廠。這種不被單一硬體綁死的策略，賦予了他們極大的商業擴張彈性。那麼，這個超級大腦是如何感知世界的呢？Waymo 採用的是極度嚴謹的多重感測器系統，包含了光學雷達、攝影鏡頭與毫米波雷達。我們可以用人類的感官來理解這套系統。攝影鏡頭就像是人類的眼睛，負責辨識顏色與標誌；毫米波雷達如同敏銳的聽覺與觸覺，能夠穿透濃霧與大雨；而光學雷達則提供了極度精準的立體空間感知能力。在高速行駛的生死瞬間，單一感測器隨時可能會因為強光或惡劣天氣而失效。只有透過不同原理的感測器互相備援、互相驗證，才能確保在任何極端環境下，系統都能做出絕對正確的判斷。這絕對是這套系統生存的底線。接下來進入下一個部分，安全至上的文化。我們要探討的是這家公司的核心底蘊。要管理這項史無前例的科技，需要一種極端苛刻的內部組織文化來支撐。重點來了，他們內部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鐵律，那就是夠安全其實就是不夠好。科技的進步往往伴隨着試錯，但在自動駕駛領域，錯誤的代價是人命。因此，安全機制絕對不是產品做完之後才外掛上去的檢驗標準，而是從寫下第一行程式碼開始，就深深植入在整個開發流程中的最高指導原則。如果一間公司只把安全當做一個達到及格線的最低標準，那最終必然會淪為一場向下沉淪的惡性競爭。為了追求上線速度而妥協安全性，這在 Waymo 的文化裡是絕對不被允許的。他們認為，只有把安全視為絕對的優先事項，甚至願意為了安全而暫停開發進度，才能真正打造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任。讓我們來看一個真實發生的危機處理案例。不久前，在聖安東尼奧發生了一起車輛被洪水沖走的事件。面對這個突發狀況，Waymo 的決策非常果斷，他們主動發布了軟體照會，並且在第一時間承擔起所有的責任。在商場上，主動承認錯誤需要極大的勇氣，對吧？但從戰略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舉動，因為透明度與主動糾責是建立長期權威與大眾信任的唯一途徑。掩蓋問題只會引發更大的公關災難，而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才能向世界證明這是一間真正負責任的企業。接着我們要看的是贏得大眾的信任。技術再怎麼完美，如果無法贏得社會大眾與政府監管單位的信任，就永遠無法真正落地。這是他們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們繼續聊下去，要去規範一個立法者與一般大眾目前還完全無法想象的未來產品，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你很難像一個從未見過沒有方向盤汽車的人去解釋這套系統到底有多安全。這裡有一個非常精彩的實戰故事。在早期遊說美國國會的時候，Waymo 的團隊帶着便宜的硬質版虛擬實境眼鏡，走進了莊嚴的國會殿堂，要求這些立法委員親身體驗坐在沒有人類司機的車裡究竟是什麼感覺。這充分說明了，要打破認知的巨大鴻溝，單靠枯燥的數據是沒有用的。你必須用盡一切極端且創新的手段，幫助監管者在腦海中具象化這個無人駕駛的未來，他們才有可能制定出合理的法規。除了政府，他們在民間的戰略布局同樣非常精準。Waymo 積極與母親反酒駕聯盟、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視障和高齡者權益倡議團體結盟，這招非常厲害。
因為自動駕駛技術完美契合了這些團體長久以來的訴求，也就是消滅酒駕危險，並賦予弱勢族群獨立出行的自由。透過與這些具備高度社會公信力的組織合作，Waymo成功創造了一個強大而且自然的民意支持飛輪，讓科技發展與社會倫理達到了完美的共識。下一步，人類未來的工作。現在我們必須面對自動駕駛時代最核心的爭議，它究竟會不會重塑，甚至摧毀未來人類的工作機會？作為一名分析師，我們必須保持高度客觀，用數據與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勞動力市場的重塑。歷史告訴我們，每一次重大的技術革命確實會消滅舊有的工作形式，但同時也會創造出數量更多、價值更高的新興職位。根據他們在舊金山市場的實際營運數據顯示，當自動駕駛車輛引入後，當地整體交通運輸的需求不僅沒有萎縮，反而成長了7%，而相關從業人員的整體薪資甚至上升了44%。這個令人驚訝的數據證明了一件事：新技術的引入實際上是把整塊經濟大餅給做大了。當交通變得更加安全、高效且沒有摩擦力的時候，人們出行的意願會大幅提高，進而帶動了周邊產業的整體繁榮。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面對必然的工作轉型，企業的責任是提供升級的路徑。Waymo 正在積極推動員工的再培訓計劃，他們協助傳統的汽車黑手技師轉型成為精通電腦系統的自動駕駛感測器技術員。他們也將原本的零工經濟司機培訓成為車隊調度與營運中心的主管。這些轉變充分證明了，在自動駕駛時代，工作職缺並不會憑空消失，而是會朝向更專業、更有尊嚴的方向進化。最後一個主題，重新想象我們的城市。我們要將視角拉高，重新想象未來城市的面貌。這是一幅橫跨未來10年到20年的終極宏觀願景。當自動駕駛技術全面普及之後，它改變的不將只是車子本身，而是會徹底重塑我們居住的城市基礎設施以及整個人類社會的生活形態。大家可以試着想象一下這幅未來的景象：20年後，由於自動駕駛車輛可以24小時不間斷的運作，送完你之後立刻去接下一位乘客，城市中心再也不需要那些占地廣大、醜陋而且效率低下的露天停車場。這些原本被水泥怪獸佔據的黃金地段將會被重新釋放出來，改造上廣闊的綠地公園、社區活動中心，以及更加安全且無障礙的行人友善空間。科技最終的目的其實是把被車輛佔據的城市重新還給人類。最後，我想留給各位一個深刻的思考題：如果你的城市不再需要任何停車場，你會希望在這片土地上建造什麼樣的未來？總結下今天的重點，Waymo的革命本質是重建信任的社會工程。他們堅持完全自駕，以最高安全標準打造超級大腦。這不僅將升級全球勞動力市場，更會釋放龐大城市空間，徹底翻轉人類未來的交通與生活面貌。今日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